嗨，大家好，我是 Nick，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 Nick 的电影学堂。所以今天呢，我也想给大家讲一讲比较硬核的一些视频教学。今天就是关于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想要拍出高质量的视频或者短电影，最重要的3个因素。那我们首先从画面来讲起吧，因为画面怎么说也是在视频里面是第一个会抓住观众眼球的。那对于得到一个好的视频的画面来说，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呢，就是灯光。光是一个灯光就已经有太多的学问在里面了。这也是为什么在大电影的制作团队中，灯光师呢就是一个独立的职位，因为灯光的角度、灯光的摆设、位置、色彩、亮度，任何一点都可以影响到这个整个画面的效果。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看上去也挺好的？因为灯光打得很柔。那我们现在呢，就先把我的主灯关掉。哒哒，你会看到是不是我整个人看上去比如灯光从下往上打的时候会比较神秘一点，就像万圣节啊，我们以前也会这么玩。然后如果灯光从旁边打呢，这个人看上去也会比较更加有神秘感一些。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灯光是吧，从任何一个角度，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灯源，对我整个人的这个形象啊，这些效果啊，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都不用说那些极端的那些例子了，我们就用光是如果我不用我这个视频主灯，光是用这个室内的天花板上的灯，会给你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Alright， 你会首先看到我变成了 Azzy， 当然开个玩笑，不过你是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看上去整体的颜色啊、色彩啊、层次感啊都会差很多。在阴影的部分也会看到也会起很多的噪点，这样子整体上呢也会影响这个观众的观看的舒适度。Hello， 我又回来了。所以呢，你会看到现在我用这个视频主灯打的话，我这个人和这个背景看上去会有一定的这个距离感，这样子的话，画面上的这个层次感呢，也看上去会更加的舒服一些。第二点，我们就是从画面转移到音乐上面了。那这个音乐对这个画面整个效果也是非常的重要。合适的音乐放在合适的画面上，才能准确的突出你最想表达的意义和整个作品的内容。虽然说好莱坞大片中用的都是那些十分宏伟的这些音乐背景啊，但是当然他们的电影画面也和内容也都是很宏伟的。所以就像如果你直接把这些好莱坞大片的音乐放在你的小清新啊、比较生活 vlog 的画面上面，我们先来看看效果如何吧。 Makes me feel like if we just live in the very moment and enjoy every satisfying small detail, things in life aren't as bad as they seem. What's that saying? Beauty is everywhere. It is not that she is lacking to our eye, but our eyes which fail to perceive her.所以你看这样子看上去是不是整体上会很违和？所以音乐要找到与画面相符的风格，才能让你的视频看上去呢更加的舒服。那背景音乐搞定了，我们还需要去录音对话呀之类的。那这个录音方面呢，音质上面也是固然重要。那有很多的因素都会影响到你录音的这个音质，还有这个效果。比方说噪音啊，或者回音啊，我们管它叫 reverb。那这些方面我到以后都会后期的逐步的更加详细的讲解，比方说如何更好的录音或者更好的打光之类的。所以想要更多学习的观众也希望你能关注我了。那抛开这些其他的我们先不讲，
那最直接能影响到录音效果和音质的，也就是麦克风的质量和麦克风离这个音源的距离了。我用的麦克风呢是 Rode Video Mic NTG， 是我测试过质量非常好的麦克风之一了。你可以看看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室的设置是这样的，离我其实也是非常的近。那现在我用的是这个相机自带的麦克风，效果还是调成自动。然后因为这个相机离我距离还是非常的远，然后功放呢也是用这个相机自带的，所以你估计可以听到这个整个房间里有很大的噪音、回音，特别是我这个灯光的风扇，因为我的灯光也是很廉价的，所以风扇也会很吵。我估计你甚至可以听到这个在相机背后的 Azzy 的声音。Hey, it's Azzy. 所以呢，这个整个这样子麦克风的这个因为质量不好，所以整个观影的这一个舒适感呢、效果都会下降很多。Should we just leave it like this? The rest of the video you can do really bad audio? Yeah. Okay. What? Keep going. ASMR. Keep going. Some trash microphone ASMR. Hi, can you hear me? Can you hear me this? I can hear everything you're saying. I mean, I can pick up everything, but it's... Yeah, whisper it quieter. What? Yeah. I can also read your lips. You can still hear me. Yeah. Go quieter. You're having fun, aren't you? Yeah. Okay. Okay. Should I stop recording? This is kind of fun. It's kind of fun. Keep it. Okay. I think we gotta move on. Oh, Let's move on. Okay. 好的，其实下面一点就是画面的含义。因为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想要拍一部好质量的视频啊，或者微电影啊之类的，这个画面真的不是就是单纯的美啊或者酷啊就完事了。因为整部这个视频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传达出你想表达的一个意义，或者画面呢，它的功能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去讲述一个故事。所以在这个画面的搭配上面，还有这个画面的这个，比方说分镜设计啊、storyboard 这些的，就是也还是要下很大的功夫。就像是如果现在我正在给你讲，是吧，怎么拍摄啊，这些灯光啊之类的，但是如果我就是不给你看关于这个灯光或者相机的画面这些 B-roll， 我就是想给你看猫咪的 B-roll。所以你看这只猫咪，还有这只，其实都挺可爱的，其实这样感觉也不错。不过你懂我的意思了，为什么电影需要有剧本啊，然后根据剧本去做分镜啊，去找拍摄地点啊，背景布置、服装设计，诸如此类的，其实都是为了让画面与内容搭配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呢，这个画面的含义啊，这个叙事才是整个视频整体最重要的这个因素。把这些前提搞定了，我们可以再去考虑如何提升画面的美感。就像我看很多人喜欢买那些彩色烟弹啊，然后丢在地上这么拍视频，我觉得吧，你又不是在拍花木兰，是不是？丢这个在地上确实没有什么意义在里面。Tis Ultra Time. Ultra Time. It sounds like Ultraman. Ultra time. Do you know Ultraman? No. You don't know Ultraman? Yeah, the blue guy. 奥特曼 No, Wait, the blue guy. who's the blue guy? Doraemon. No, The blue guy. he's a. I thought he had a blue helmet. Ultraman. Yeah. Never mind. Ultraman is red and silver. I don't know superheroes very well. He's not a superhero. Okay, I don't know. Oh, I guess he's a superhero. Okay, Anyways. back to Outro time. You're outro man. I'm Ultraman. 所以以上呢就是3个我个人觉得，如果想要拍出高质量的视频啊和电影短片啊，最重要的3个因素。也希望这次视频呢能给你带来一些帮助。如果觉得喜欢的观众，也希望你可以点赞和关注我了。好，所以我是 Nick，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OK， cool。